特种兵的我曾多次为国家立下一二等功，因为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拒绝穷凶极恶的歹徒投降，并下令将他们全部击毙，从而导致被迫退伍。而我回家的第一天，邻居大妈就来找我帮忙，让我去诈骗园区帮她救女儿。肖楠，大毛知道你当过兵有本事，这是30万酬劳，你可以去东南亚帮我把女儿救回来吗？经过大妈的描述，她女儿是上个月被朋友骗到东南亚园区的，诈骗团伙已经从她这里先后骗走了几十万赎金，这次又要50万，否则就撕票。大妈，这单我接了，一会把你女儿的手机号发给我。通过大妈提供的手机号，肖楠查到女孩手机信号消失的地方是在东南亚的魅你酒店里面。可按照军队规矩，她现在还属于脱密期，不能出境，只好先坐车来到某南市，然后抄小路越过边境直达魅你酒店。她一进酒店大厅就看见2名武装人员在站岗。先生，玩2把还是住房？先玩2把，然后再住房。那你跟我来，这边请。来到电梯，肖楠注意到8楼是不对外开放的，于是他假装按一下8楼，结果立马遭到服务员的制止。先生，8楼是不对外开放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是第一次来你们这里玩，不知道规矩，请你见谅。此时肖楠已经猜到8楼可能就是关押女孩的地方，于是他果断出手制服服务员，并且把她带到了天台上。你到底是谁？这里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你不要给我哇哇叫，问你什么就如实回答。8楼是干什么的？能有什么？8楼就是酒店的 VIP 套房而已，只有会员才能上去。你要再不说实话，这辈子就不用再说话了。我说，8楼是我们老板办业务用的。什么业务？是搞电诈的。果然和我的猜想是对的。说说你们老板的来路。经过盘问，肖楠大概了解了一些这里的情况。8楼有一个姓王的经理在负责，背后的老板则是李某大夏国人，10年前就已经开始在这里开设园区。看在你提供线索的情况下，我让你去的舒服一点。黄毛，你上个月的业绩搞得怎么样？还行，搞了100多个。你小子可以啊，以后好好干，我这经理的位置早晚都是你的。话音刚落，肖楠就找到了门外的几名小弟，直接被干飞进来。黄毛见状，第一个冲了上来。杂碎们，一起来吧，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特种兵王的战斗。妈呀！还梦着干什么？快上来！这小子什么来头这么厉害？片刻间，王经理的10几名打手全部被干趴下。现在就剩你了。你是谁？我们无冤无仇的，为什么来我这里搞事？王经理边说边掏出手枪，肖楠一个箭步来到他的跟前，被匕首划破了手腕，手枪直接掉到地上。说，这个女孩是不是被你们关在这里？你真是个疯子！我和她都不认识，我关她做什么？疯子是吧？不认识是吧？这里可是大动脉，我要是再扎下去的话，你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最后问你一遍，这个女孩被你们关在哪里了？兄弟别激动，我有点想起来了，她就被关在隔壁库房里面。算你识相，你们有没有把她怎么样吧？没有，就是刚来的时候打了几顿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做过。不可能吧？她这么漂亮一个女孩，你们就没有什么非分之想？真没有，就算有我们也没这个胆了，因为她可是李老板看上的，不让我们动，说等我把她关老实了再过来玩。听到女孩没有被糟蹋过，肖楠终于舒了一口气，因为如果女孩要是被他们糟蹋，就算把人救回去了，邻居大妈也得伤心死。现在打电话让你的人把女孩带过来。兄弟，我佩服你的勇气，一个人就敢过来救人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把人救出这个酒店，李老板那边马上就会收到消息，到时候可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应付的。你根本就不知道李老板的势力有多恐怖。这么说吧，就算你有100个人，也没本事把人带走。肖楠呵呵一笑，那就试试。王经理有什么指示？小张，你现在把看守的女孩送到我包厢里面来。这不好吧？这可是李老板看中的人。少废话，李老板那边我会解释，限你5分钟把人带过来。挂完电话，王经理深吸一口气，故意讨好肖楠，打算拖延时间。我看你身手这么好，有没有考虑跟我们李老板混？他最喜欢的就是你们这种练家子。你要是愿意跟他，说不定可以直接把女孩还给你，而且还会带你发财。肖楠冷哼一声，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不法分子，要不然他现在还在军队建功立业呢。人家已经投降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开枪？那可是几十条人命啊！报告，他们犯下的罪就算死100次都不足为惜。你这是杀俘，经过组织研究决定你杀心太重，不适合在部队待着。现在对你做出解除军职等惩罚。你们这些社会的害虫真是死不足惜。我告诉你，钱我自己会挣，不管你后面的老板有多厉害，人我想带走没人可以强留，而你下辈子记得做个好人。说完，王经理就被肖楠处理掉。他捡起地上的手枪，然后躲藏起来。这时2名武装人员刚好把女孩押送到这里，提前埋伏的肖楠从后面杀出，打得他们措手不及。而女孩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瞬间被吓得瘫软在地。求求你们别打我，求求了，求求了！你叫小曼对吗？只要你不打我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别害怕，是你妈让我来救你的。真是我妈让你来的吗？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千真万确，想活命就跟我走。小曼做梦都想逃离这里，她顾不上多想，紧紧地跟在肖楠后面。这一刻，她仿佛看到了逃出去的希望。2人一路狂奔来到1楼，门口的几名武装人员被肖楠率先出手击毙。天啊，老妈这是请了一个多猛的人来救自己。快走啊！发什么呆？小曼快步跟上，2人顺利走出酒店。肖楠拦下一辆汽车，迅速逃离此地，因为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我们这是去哪？
去马口走水路。来之前，肖南就已经部署好逃跑路线，只有走水路才有机会逃出去。毕竟这是人家的地盘，走陆路的话，到处都是关卡，别说回补，就连本地都逃不出去。他猛踩油门，以最快速度冲向距离这里最近的马口。与此同时，李老板这边已经收到了消息，不好了，李老板，刚刚有人闯进酒店，把王经理和10几名打手都杀了，并且把你看上的女人也带走了。什么？对方几个人是什么背景？好像就一个人，什么背景目前还不知道。他拦截了一辆汽车，往码头那边去了，看样子是个大夏国人。一群废物，一个人就把你们搞成这样，还不赶紧给我派码头附近的人给我拦截？你想气死我吗？知道了，老板，我这就安排。李老板被气得怒目圆睁，他并不是在乎王经理他们的生死，而是在意他看上的女人被带走，而且对方还是一个人。我要是不把你抓回来，千刀万剐，以后我在这里还怎么混？喂，明将军吗？有人来我地盘捣乱，对方就走了我这边的一个女孩，来救人的可能是大夏国的人，绝对不能让他们逃出去，不然大夏国那边的压力你知道的。慌什么？你忘了这里可是我的地盘，他逃不出去的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来人，迅速集结部队，目标一男一女，码头方向，无论生死，把人带回来。片刻间，滨海市各地武装部队纷纷出动。将军说了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人给抓回来。完成任务的奖励100万现金市中心豪宅，违令者打断腿扔到鳄鱼池。我的天，这是怎么了？明家这次怎么出动了这么多人？谁这么大的胆子敢惹明家？他是不想活了吧？我闯入东南亚的名下，西方民主大妈救你。然而就在我们刚逃出园区的时候，当地军阀竟出动了几百名武装人员对我围追堵截。将军说了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人给抓回来。完成任务的奖励100万现金市中心豪宅，违令者打断腿扔到鳄鱼池。目标马上就会经过这里，大家提高警惕，见到红色车辆就开枪。小曼做好扶稳，前方有人拦截，我们要冲过去了。林小曼下意识地抱住安全带，整个身体弯下来，避免子弹穿过前挡风玻璃伤到自己。做好防范，肖南猛踩油门冲过去。歹匪们见状连忙疯狂，然而有车身做保护，根本伤不到肖南。直到车子冲到歹徒的面前，也就在这个空白时间，肖南趁机躲到车子身后做伏击。不知情况的歹徒上前查看，被肖南率先出手干掉。剩下的2名军武见肖南躲在车后伺机而动，没多久他们的弹夹被换，也就在他们更换弹夹时，肖南主动出击干掉他。肖南捡起地上的装备，然后带着林小曼疯狂的逃亡，因为他知道在没有逮捕工具的情况下，敌方大部队马上就会追上来。现在唯一的逃生希望就是往建筑群多的地方逃，这样一来，就算敌方人再多，也可以有效的分散他们的人力，逐个击破。来到废弃的厂房，肖南第一时间找了个伏击点。林小曼站在身后看着肖南不禁问道：“你当过兵吗？”肖南没有回答，视线死死地盯着前方，因为追兵马上就会追过来。我看你娴熟的动作就知道你肯定当过兵，就是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找到你来救我的。小曼像是个好奇的猫，她不断地询问着。我要是你现在就应该好好休息，不要浪费力气，接下来可是一场硬战。说完，肖南就发现大量武装人员追到了这里，他没有犹豫，直接扣动扳机，还没进入防备状态的敌人瞬间被扣。可敌人很快就排除敌意，1秒钟就有上百发子弹穿过肖南藏身的位置。林小曼被吓得不轻，要不是他心里有股求生欲望撑着，他早就放弃这样的绝命逃亡。快撤，我们已经暴露了。妈的，刚来就折了我10几名部下，大家都分散开来包围这里。我看他带着拖油瓶怎么飞出去。分兵包抄，这正好是肖南想要的效果。他带着林小曼拼命地往码头方向突围，一路上遇到不少敌军，不过都被他轻松干掉。偶尔也会有附近的小队听到枪声赶过来支援。这个人胆子真大，一个人就敢来这里救人，小心点吧，我们已经折了那么多人在这小子手上，说明他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随着2名武装人员的靠近，林小曼不免紧张起来，死死地拽紧肖南的衣角。等他们出现的时候，肖南手起刀落间便干掉了1名敌人，想举枪反抗的另一位则被肖南踢飞出去。哼，就算卡了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，你们休想逃出去！是我大意了。敌方人马在收到信号后，他们全部聚集到一起，疯狂地扑向肖南所在的位置。现在距离码头还有1公里，一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停下来，你只管往码头跑。他奶奶的，居然杀了我们这么多人！兄弟们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把他抓回来！快往船上跑，上了船我们就安全。报告明将军，人已经突围到码头了，怎么办？你们是猪吗？几百人都抓不住一个人，我养你们有什么用？我马上到，给我打！天啊，我们终于逃出来了！真不敢相信我们还活着，肖南你太厉害了！这一刻，林小曼如获新生，她激动的无比。而就在高兴之余，她这才发现肖南的腿部在流血。你居然中枪了！刚才一直在紧张状态，我都没有注意到。你快坐下，我帮你包扎一下。对了，你有刀吗？你要刀干什么？我帮你把子弹取出来啊！你还会干这个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可是读外科专业的。说着，他便动起手来。在没有麻药的环境下，肖南硬是一声雷哭。这倒不是他没有痛觉，而是早已习惯。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我在外面跟女人逛商场，然后就回去睡觉了。被责问的这人叫桑坤，是负责园区安保工作的头头。正因为当时肖南来救人的时候他不在岗位，所以才被肖南轻松的把人救出园区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
在岗期间不许耍你的臭毛病。你看看他们，就是因为你玩忽职守，才落到这种地步。桑坤被骂得大气不敢喘一下，接着李老板就接到了明将军的电话。老李吗？人已经坐船跑掉了，我这边还被打了几十名手下，这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几百人都搞不定一个人，难道这个人有什么神通不成？你放心，明将军，一会我就给你送上1000万现金。看到李老板被气得无可奈何，一旁的桑坤却表示：老板请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人查出来给干掉。就你，人家一个人就干掉了我们10几个人，逃跑的路上又嘎了明将军几十名士兵，最后还逃掉了。我就问你，你能做到吗？一时间桑坤被对得哑口无言。难道这个仇我们就不报了吗？这次算我们倒霉，你们先把这里打扫干净。桑坤，你去准备现金，跟我去明将军那边给他个交代。事实上，李老板并不是不想报仇，而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，就及时止损，没必要耗费时间浪费在一个人的身上。这边肖楠和林小曼在海里漂泊了一天，他们已经回到了境内，然后租了一辆汽车，再过几小时就可以回到家中。还是祖国好。现在想起在东南亚被困的日子，后背都发凉。谢谢你，肖楠，要不是你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不用谢，你妈已经给过钱了。由于救人的这段期间，肖楠把手机改成了飞行模式，导致邻居大妈这边一直联系不上肖楠。寝食难安的他并不知道，此刻的肖楠和女儿正在回来的路上。也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。当他打开门的瞬间，大妈整个人都呆住，她眼角的泪水忍不住的往外流。就这样呆愣了10几米，直到林小曼喊出一声：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邻居大妈这才一把抱住朝思梦想的女儿。肖楠不愿打扰这对生死重逢的母女，于是便悄悄离开。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后，他在自己家小区找了一份保安队长的工作。在这里，他认识了一名叫大壮的下属，并且帮助他还清了父母住院的医药费。感谢肖队长帮我解决燃眉之急，以后要是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我大壮绝不含糊。现在帮你解决医药费的问题，以后就不要在工作期间出去兼职了，不然其他同事知道了，把你举报到领导上面，到时候我也保不住你。然而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，邻居大妈突然走了进来。大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什么东西丢了吗？肖楠，你这里方便说话吗？大妈边说边看向一旁的大壮，大壮心领神会表示：你们俩，我先回去工作。看到大壮离开，大妈才开口：肖楠，你还能去境外救人吗？大妈为何这样说？难道小曼又被骗到境外了？那倒不是，是有一家人打听到我女儿被救回来的消息，他们来找到我帮忙，我也不知道你去不去，所以来问问你。那你没说是我把人救回来的吧？我知道你现在还处于脱密期，怎么可能把你说出去？那就好，你回去告诉他们这忙我帮不了。肖楠拒绝得很爽快，因为他可不想再过上枪林弹雨的日子。上次冒险去救小曼，只不过是自己刚退役回来没工作，加上大妈又是邻居才同意。现在有一份保安的工作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脑子抽风才会去境外救人，那可是要命的。要不你再考虑考虑，他们给的价格非常高哦。有多高？随即邻居大妈伸出5个手指，整整500万。听到这个数字，肖楠顿时傻眼了。他刚才就不应该拒绝那么快。如果自己口袋有这500万，那么今后就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，这一辈子都不用在经济问题上发愁。思考片刻后，肖楠做出了决定。刚才是我肤浅了，不过救人可以，他们得先付钱。那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们。王大哥嘛，我这边已经帮你问过了，只要钱到位，对方就答应帮你救女儿。没问题。那你现在把他卡号给我。此人是个身价过亿的企业家，为了救自己的女儿，这区区500万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不多时，肖楠手机便收到进账的短信以及他女儿的信息。大妈，你帮我转告他们一声，我不敢保证一定会把人救回来，但是我会尽力。还有执行任务期间避免被打扰，我会把手机开启防打扰模式，你们就不要跟我联系了。好的，大妈相信你的实力，你安心去救人就行。说完，大妈便离开保安室。肖楠则打电话给领导，请了1周的假期，然后立马查找此次营救目标的手机号。根据信息显示，女孩的手机信号是在东南亚的某 KK 园区消失的。得到这些信息后，肖楠打算明天就出发，但考虑到这次的目标是在臭名昭著的 KK 园区，还是找一名帮手比较妥当，于是便打电话给大壮。肖队长，有什么指示？有单生意，不知道你够不够胆做？有啥不敢的？只要……随即，肖楠便把前往东南亚救人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大壮听完没有惊讶，反而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只要能挣钱，我怕个锤子，干就完了。那就说好吧，你写请假书，我批条子，我们明天小区门口集合。进过园区的都知道，他们首先会让你掉一层皮，然后再强迫你加入他们的电诈行业，并且每个月都要完成他们定下来的业绩，不然就会遭受一顿皮肉之苦，动辄对你掏心掏肺。而此刻，一位神秘富豪的女儿正被关在某诈骗园区，我拿了他老爸500万，答应去把他给救回来。很快我就查到女孩手机信号丢失的位置是在臭名昭著的 TT 园区，于是我立刻和同事大壮出发前往东南亚救人。南哥，你说目标还在 TT 园区吗？会不会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地方了？据我所知，6个月前妖人国就对 TT 园区断水断电了。先到那边再说吧，目前只有这样了。说完，肖楠便开始为撤退做规划。他在暗网找了一家妖人国游艇公司，用假名买下了一艘价值50万的快艇，并要求对方3天内将快艇放在某店的吉卡梅码头。买完游艇，肖楠故技重施，又找了一家某拉加国的一个汽车店，花了30万买了一辆汽车，要求对方3天内把车子放在指定的位置。部署好这些，他们已经来到了脉冲市，然后坐上一辆黑车前往柔缅边境林区。他们闭目休息，尽可能的保存体力。也就快抵达边境林区的时候，车里突然多了一股甜甜的味道。不好，
是乙醚的味道。这是一种无色带有甜味的液体散发出来，具有麻醉作用，大量吸入可导致昏迷。肖楠之前在部队就专门训练过抗昏迷，大多数时候都是用乙醚来训练，所以他一闻便知道，这应该是专门给电炸园区送猪仔的车，正好要去某店，就当搭个顺风车吧。一旁的大壮也察觉到不对劲，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是乙醚，但是直觉告诉他这车有问题，毕竟他也是当过2年兵役。于是他便准备出手控制司机，肖楠却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轻轻摇了几下头。大壮立马猜到肖楠的用意，假装一副很难受的样子。这是什么味道啊？怎么突然有点想睡觉的感觉？小兄弟，这楼有一种树，它散发出来的味道甜甜的，过来这一段就好了。如果你困了的话，就好好休息。到了目的地，我会叫你们的。大壮没有说话，很快就昏睡了过去。他不是装的，而是真被迷晕了。肖楠则装睡过去。大概过了一段时间，黑车司机才把车子停下来。2位兄弟到了。黑车司机反复喊了他们几遍，确认都是昏迷的状态后，他才给上家打去电话。不一会就有几个人走了出来。刀哥这回运气好，拿到2个主动来边境领取的猪仔，都不用骗。你看看这次能给多少钱？马拉个逼，老子少过你钱吗？一个5万，2个10万，你们几个去把人给我抬出来，然后检查一下他们的身上。随即肖楠他们就被抬了出来，之后全身上下都被搜查了一遍。不好，刀哥，他们身上有匕首，还有一些防虫喷雾以及野外医疗包。妈的，你拉的这2人他们是干什么的？该不会是条子吧？应该不是吧？如果是条子，他们怎么不带枪？我看他们应该是来野外探险的，带把匕首在身上很合理啊。最好是你说的这样，下次再拉猪仔过来给我放松命点。说完，刀哥便命令手下收走肖楠他们所带的物，然后在树林行驶了大概1个多小时左右，他们成功进入某店某青帮境内。也就在这时，乙醚的药性失去作用，大壮开始醒过来，同时肖楠也装作不知所措的睁开眼睛。你们是谁？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？欢迎你们来到某店。为了继续表演，肖楠他们只好继续表现很害怕的样子。我不要来某店，你们快送我们回龙国，我们是龙国人。龙国人了不起啊！再废话，老子把你器官掏出来卖掉。那你是准备要把我们带去哪里呢？告诉你们也无妨，去某光园区深造。你们不会以为有人能够把你们救回去吧？不会的，因为我们自己可以回去。大壮动手，片刻间车内便乱成一锅粥，在狭小的空间里刀哥怎么可能是肖楠和大壮的对手？不一会就被肖楠他们给干掉。刀哥则被留下来问话。见过这个女孩吗？我知道了，原来你们是故意被我们带进来救人的，不然你以为呢？别说这些没用的，快说认不认识这个女孩？有点印象，好像在一个群里见过这女孩的视频。那还不快把视频找出来？刀哥不敢怠慢，急忙拿出手机翻找，找到了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女孩？肖楠迫切地接过手机并播放了视频，只见一个女人被好几个衣衫不整的男人包围着，而这女人正是肖楠此次营救的目标王梦梦。他不敢想象女孩当时是多么的绝望。这视频是谁传出来的？是 TT 园区的4号人物刘超发出来的，因为他专门负责处理不听话的女人，每次处理完他都会把视频发到群里让大家欣赏。那就是说这个女人还被关在 TT 园区里边，是吗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前段时间迫于国际舆论 ，TT 园区的于老大已经交出了一部分人，又转移了一部分到某光和某浦寨，具体在哪里我也不清楚。于老大？难道是于志江？你说的于老大是于志江吗？是的，他就是继某赶4大家族覆灭后成为某店最大电诈势力的于志江。那他背后的靠山是谁？是吴奇都，于老大，所以园区都是吴奇都将军罩着的。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，求求你高抬贵手放了我吧。你觉得可能吗？话音刚落，便送他去见了阎王。南哥，你看到杀伐果断的肖楠，大壮有些吃惊。肖楠则冷漠地说道：“这些人不知道害了多少个家庭，难道还要留着他们过年吗？嘎了就嘎了，别心软。”很明显，大壮对于嘎嘎这方面还不是很适应。南哥，现在我们去哪里？去帕安市。帕安是某伦邦首府，距离某瓦底只有80公里左右，也是某伦邦边防军总部。吴奇都将军就在这里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们得先搞到一些武器装备。于是肖楠把注意打在帕安市的军火库上。来到目的地，2人便朝军火库大摇大摆地走过去。2名哨兵见状，急忙端起步枪警告他们不要越界。肖楠没有理会，直接开枪射击普通弹。收到警报声的卫兵迅速集结起来，追着肖楠他们就是一顿输出。而这正好中了肖楠引蛇出洞的计划。来到障碍物的大街小巷里面，他们不得不分散兵力进行搜捕。肖楠则躲在暗处悄悄迂回，期间有遇到个别卫兵，不过这都是大壮也没闲着帮忙干掉了几个。他们换上对方的衣服，继续返回军火库。中途和不少卫兵擦肩而过，不过对方都没有发现端倪。就这样，他们成功混进了军火库里，其中手枪、步枪、烟雾弹、手雷、闪光弹等各种武器都被他们拿了不少。最后再趁乱撤出，2人来到一处废弃的国。南哥，接下来怎么搞？现在有了这些装备，我强的可怕。吴奇都总部防备森严，我们恐怕不好下手。不过据我所知，他有个6夫人叫塔采雅的，深得他的宠幸，我们可以把目标放在他身上。说完，肖楠便拿出电脑进入一个暗网网页，他在上面发布大量悬赏收集塔采雅的信息。不一会就有人提供了情报线索，找到了，他就住在阳光路的15号私人别墅里边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把他给抓回来。随即2人便动身前往阳光路。一进市区就看到不少边防士兵在设卡检查，不过他们都是摆烂状态，路过的好多辆车都没见他们拦下来检查。坐在出租车上的他们就这样顺利通过关卡，然后直达阳光路的15号独栋别墅门口停下。这辆车停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过去看看。先生，
你们的目的地已到达，请下车。我知道，别逼逼，一会我们就下车。随着一名卫兵靠近检查，肖南直接出手将他击毙，大壮则快速下车射击站在门口的几个卫兵，解决他们后，两人快速冲进别墅里。然而令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，别墅里面居然还有几十名武装人员在保护着塔彩雅。我冒险闯入东南亚，只为营救一个叫王梦梦的龙国女孩，而我不知道的是，她具体被关在哪个园区里面，只好把目标放在当地势力保护伞吴奇都小老婆的身上。有敌人闯入，大家提高警惕，保护好夫人。你们几个快保护夫人撤回房屋里面，剩下的和我留下来阻击并劫。快放信号弹让附近驻扎的士兵过来支援。看来我们得速战速决了。大壮，一会你去地下车库找辆汽车等我，我自己进去抓塔彩雅。那好，你自己小心点。不好，六夫人那边有情况，大家快抄家伙跟我去支援。片刻间，附近的几十名武装分子纷纷出动，他们疯狂地扑向塔彩雅居住的地方。而肖南这边留给他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再有10分钟左右，敌方支援就会包围这里，他必须尽快拿下塔彩雅，离开此地。夫人，你从窗户爬出去，我们留下来为你争取时间。你们这群废物，对付2个人都这么狼狈，还要我跳窗逃跑，我才不干！尊贵的塔彩雅夫人，劳烦你跟我走一趟。你抓我做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我老公是当地的王吗？我劝你不要鲁莽行事，现在滚出我的家里，我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屁话真多！肖南直接把他打晕过去，然后迅速撤出别墅和大壮会。与此同时，支援的武装分子已经来到了这里，在门口接应的大壮被他们疯狂的扫射。南哥怎么还不出来？我快顶不住了！也就在这时，肖南及时跑出来，他一手抱着晕迷的塔彩雅，一手拖着大家伙朝敌人冲过去。刹那间，密集在一起的敌人被炸得屁滚尿流。他们趁着这段空白时间，已经迅速上车逃亡。大壮则在车后阻击敌方。哪里来的小可爱，连将军的夫人都敢绑架？兄弟们立功表现的机会就在眼前，千万不要让他们跑啊！大壮，不要再拖了，快速战速决！随即，大壮拿出之前在军火库抢来的杀伤力弹，对着后面追来的敌人猛烈轰炸，不一会就跟他们的外围军摧毁。摆脱掉追兵后，肖南他们直接往郊外高速行驶。而此刻，乌奇都将军的大本营里面，他的副官正在给他汇报他小老婆被绑架的消息。不好了，将军，刚刚传来消息，你的六夫人被绑架了。什么？居然有人敢在我的头上动土！乌奇都瞬间暴怒，再怎么说他也是这里的王，夫人在自己的地盘被绑走，这换谁也不好受。可还没等他发泄出心中怒火，下一秒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。报告将军，就在夫人被绑架前1个小时，军火库也遭到了袭击，并且大量武器被盗走。我怀疑袭击军火库和绑架夫人的是同一批人。你们这群废物！军火库遇袭，现在才告诉我，还有你命令下去，凡是在帕安的部队都调动起来去搜捕。明天这个时候，我死要见人，活要见尸。是，将军。不一会，几千名士兵便出现在帕安市各个角落，开展地毯式搜索。我的天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啊，应该是有不怕死的惹怒乌奇都将军了吧？一时间，整个帕安市被闹得鸡飞狗跳，而肖南他们则躲在郊外的一处烂尾楼里面，对方一时半会还找不过来。而肖南手上有了塔彩雅这个筹码，他立刻打电话去和乌奇都谈判。你终于出现了，乌奇都将军嘛，我就是你全市搜捕的人，想要你老婆平安无事，就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小子，你有种！不过你招惹错人了，想用塔彩雅跟我谈条件门都没有，你爱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，女人我多的是。至于你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把你给抓回来，千刀万剐。说完，他便挂断了肖南的电话。哼，我堂堂一个土皇帝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敢威胁我，你就等着脑袋开花吧！这老小子怎么这么冷血？南哥下面咋整？居然他不在乎塔彩雅，我就不信他不在乎儿子。刚才你也听到了，你有权有势的老公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，只要你把他儿子的信息告诉我，完事之后我就放了你，可好？塔彩雅也不傻，毕竟她只是乌奇都最小的老婆之一，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女儿，并没有儿子。就算肖南想对乌奇都的儿子干点什么，他也不在乎，于是便把乌奇都7个儿子的信息告诉了肖南。其中长子行事高调，嚣张跋扈，爱好就是喜欢调戏漂亮的妹妹，将来乌奇都的所有产业他是最有可能接管的。而此刻肖南已经在500米开外做好伏击，他不打算再搞绑架那一套，而是选择杀鸡儆猴，给乌奇都一个下马威。不多时，乌奇都便收到儿子被杀的噩耗，此刻他打死都不敢相信，对方居然敢对他的儿子下杀手。也就在这时，他的电话再次响起。想必你已经收到儿子遇难的消息了，我再问你一遍，能不能好好谈谈？混蛋，你嘎了我儿子还要和我谈条件，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。你这样说就没法谈了。不过你其他儿子的信息我都掌握了，我会在你找到我之前把他们一个一个的解决掉，你考虑清楚。听到这，苏琪都沉默了。就算他真的冷血无情，他也不敢拿所有儿子的性命来赌。告诉我你想要什么？很简单，我就跟你要个人，他叫王梦梦，被关在你旗下的某园区里面，图片我已经发给你了。
我限你2小时内把他送到吉坎梅码头交给我。等我成功出境后，我就会撤回对付你儿子的杀手，也会告诉你塔采雅的藏身之处。挂完电话，肖楠不由松了一口气，好歹对方是认怂了，不然还得挨个去解决。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杀手，而是肖楠编出来的，目的是为了在交人的时候怕乌奇都来个卸磨杀驴。而在知道对方嘎了自己一个儿子，只为救一个困在电诈园区的女孩后，乌奇都肠子都悔青了。他感觉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，但他还是听话照做，给园区头目于志江打去电话。乌将军怎么亲自给我打电话？这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？少废话，赶紧在园区找到一个叫王梦梦的女孩，并且2个小时内送到吉坎梅码头，完成不了我要你的命。将军，我们要不要在交换人质的时候下手？先派狙击手到吉坎梅码头附近埋伏待命，到时候看情况再说。大壮事情已经搞定了，塔采雅就不用管他了。你现在赶紧撤离那里，我们在吉坎梅码头会合。好的，南哥。与此同时，某处园区里面，几名大汉脸上满是不舍地从房间走了出来。王梦梦，快穿上衣服，我们送你去个地方。不一会，王梦梦就被一辆车拉走。他在车上没有想太多，以为这次又是被叫出去接待一些富家子弟，因为这已经不是1次2次了，他早已习惯。不知不觉中他就睡了过去。而吉坎梅码头这边，肖楠已经第一时间抵达到这里，在上级订购的游船商家也按照吩咐放在码头上面。没过多久，大壮也赶到码头和肖楠会合到一起。南哥，你说他们会不会耍花样？按照约定时间还剩10分钟，我们再等等。话音未落，他们就看到送人的车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肖楠立马走过去接人，大壮则留在原地警戒。你们别乱来，我只是个负责送人的，其他的事都与我无关。人就在这车里面。说完，负责送人的中年男子便转身慌忙逃窜。还在车里睡觉的王梦梦被肖楠一把给拉出来。在看到女孩被折磨的身形消瘦、精神萎靡的时候，肖楠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也就在这时，许多密密麻麻的红点出现在肖楠的身上。他不用想也知道这是乌奇都安排的狙击手在瞄准他。大壮，你先带王梦梦上船，我来殿后。大壮，你先带王梦梦上船，我来殿后。南哥，那你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他们不敢开枪的，你快带他去船上等我。说完，肖楠便接到乌奇都的电话。小子，你要的人已经还给你了，我的人在哪里？塔采雅就在距离这里向东100公里处的一座烂尾楼里面，不想他死的话就快点去找他。而我现在就要上船离开，有本事你就开枪吧。说完，肖楠直接朝游船走过去。乌奇都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，不敢下令开枪，因为他也害怕肖楠会对他其他儿子下手。将军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？当然不能算。我儿子的血债一定要他偿还，不过这得等我调查清楚他的底细再说。而此刻被解救出来的王梦梦并没有影响烂性命，她已经被园区那帮人折磨到心理和精神都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，大脑时不时就会联想到恐惧画面。肖楠和大壮心里也不是滋味，这些畜生好端端一个人被折磨成这样，他们为了挣钱简直就是猪狗不如，真恨不得把他们一窝端了。有些事不是我们能改变的，和他一样遭遇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能把他救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一路上，肖楠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安慰王梦梦，引导她走出这段阴影，重新生活。就这样，经过几天的辗转，他们很快就回到国内自己的家里。邻居大妈收到肖楠把人带回来的信息后，她第一时间就带着王总过来领人。王梦梦见到父亲后，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可片刻之后，她的情绪就出现混乱，一股幸福和恐惧的画面在她的脑海里不断冲撞，时不时的崩溃大喊出声。她的父亲顿时心疼的泪流满面。快把他带回家，让他在自己熟悉的地方，可以让他安心一点。这段时间你多陪陪他，应该很快就会好起来。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出手相助，如果不是你们，我这辈子都见不到我宝贝女儿了。不必感谢，我们也是收钱办事，只希望王总不要把我救人的事说出去。你放心，我一个企业家能做那么大，讲究的就是诚信2字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走，宝贝女儿，爸爸带你回家。邻居大妈本想和肖楠唠唠嗑，但是想到他们刚冒险回来需要休息，也没过多打扰。等他们走完后，肖楠便把100万的报酬转给了大壮。南哥，你怎么给我转这么多钱？这是你应得的，有了这么多钱，你打算干点什么？思考片刻之后，大壮便把他想开射击馆的想法说了出来。肖楠听完后也很感兴趣，于是2人志同道合开了一家射击馆。然而创业是激动的，现实是打脸的。射击馆开业到现在3个月过去，他们一单生意都没有，2人把救人挣回来的钱亏得裤衩子都不剩。大壮，你不是说射击馆有前途吗？我怎么感觉着了你的道了？哎，万事难预料啊，这谁能想得到呢？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辞掉保安那份工作，跟你瞎搞了。也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辆跑车突然停在了他们的眼前。从车上下来的不是别人，而是几个月前他们就回来的王梦梦。王大小姐怎么来了？看她的气色不错，恢复的挺快呀。终于找到你们了，我这次来除了要跟你们说声谢谢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求你肖楠。太客气了，我们也是拿了你爸的钱办事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至于有什么事你就说，能办到的我一定帮你。你可以收我做徒弟吗？教我嘎人本事，我要复仇。这突如其来的操作让肖楠猝不及防，他从来没想过收徒弟，更不想王梦梦走上一条不归路。我没经历过和你一样的苦难，所以我没资格劝你放下。至于拜师，你还是去找别人吧。为什么不肯教我？我愿意出1500万拜师费。此话一出，肖楠和大壮瞬间呆住了。只要有了这1500万，亏损的射击馆就可以挺过难关。可肖楠转念一想，还是守住了本心，他拒绝了王梦梦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不教你是不想害了你，你还是回去吧。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走了。王梦梦像下定了某种决心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那种。南哥，都这样了，
不如你就把它收了吧。我看你就是想人家那1500万吧。肖楠看穿大壮的心思，他还怪不好意思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路是自己选的，居然说过劝过都不听，肖楠只好收下王梦梦这个徒弟。先说好，如果你在我的训练中撑不过3天，我将终止对你的训练，钱你也要一分不少的给我。这个没问题，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撑过去的。那你先去换件训练服。王梦梦立刻去换装备接受训练，因为她恨不得自己快点变强变大起来。很快他们就开启训练，先从跑步、扎马步、做俯卧撑这些基本运动来锻炼他的体能。就这些看似很简单的锻炼，但对于一个没有吃过苦的千金大小姐来说，能挺过3天已经很不错了。可王梦梦就像个打不死的小强，她复仇的决心不断的鼓舞着她坚持下去。通过测试后，肖楠便慢慢给她提升训练难度，这一练就是3个月。现在的她体质已经有一致的飞跃，接下来就是教她真本事的时候。肖楠早上教她射击，下午教她格斗、擒拿和防身术，又2个多月过去，王梦梦的各项技能都进步很快。师傅，感谢你这半年来教我的本事，我决定了，明天就出发报仇。你这妮子，刚学点3脚猫功夫就以为天下无敌了。我不管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手刃仇敌了，就算死，我也要嘎几个垫背的。就知道你是个急性子。算了，居然你是我徒弟，我怎么可能让你自己去冒险？师傅的意思是？没错，其实南哥在收你做徒弟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和你去报仇了。有你们的加入真的太好了，谢谢你们。也就在这时，邻居大妈突然带着一群陌生人走了过来。大妈，你带这么多人来是给我射击馆介绍生意的吗？不是，他们都是受害人的父母，儿子女儿都在东南亚受罪，血汗钱都被骗完了，没办法才来找我帮忙的。我实在不忍心，就带他们来找你了。大妈刚说完，她身后的人就通通扑倒在地，一个劲的求肖楠出手帮忙。肖楠，对不起，我并不想给你添麻烦，只是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和一个母亲，了解他们的内心痛苦，才带他们来找你的。大妈，给你赔个不是。大妈快起来，你们也起来吧。南哥，我们这次刚好顺路，要不就帮他们一把吧。是啊，师傅。肖楠见到他们无助的样子，只好答应。那你们把照片和姓名这些资料发给大妈，然后由大妈统一发给我，另外每家收取10万块的资费。谢谢你，肖楠。那我们先回去等你的消息。师傅，你太棒了，我决定自己再额外赞助你200万。你那么有钱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南哥，你说吧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不急，这次和以往不一样，不仅要帮王梦梦完成暗杀任务，还要解救多名人质，靠我们这几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。那怎么办，南哥？就算我们现在找人加入也不是办法，毕竟这个行业的危险程度不是谁都敢做的。就算有人肯加入，他们没有过硬的本领，那也是害了对方。我自有办法。说完，肖楠立马拿出手机，他只是在群里发了几个字，片刻间便有4名男子从各个角落奔赴而来，他们每一个都是和肖楠一样身经百战的退役特种。